大家好，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关于数位光明灯面板的技术与推荐。首先是 LCD 面板，初期数位光明灯是使用 LCD 面板来显示点灯信众的姓名，在那个年代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。LCD 就是画面上大家看到整片橘色背光搭配黑色的字。LCD 是遮光的显示技术，使用黑色液态晶体改变角度，来遮蔽背光模组发出的光线，排列出画面上所呈现黑色的文字。LCD 唯一的优点就是制造门槛和成本低，所以在价格上有很大的竞争优势。但是它有很多的缺点。第一个缺点是可视角小，由于它是遮光的显示技术，只有从正面看的时候比较清楚。当从旁边看过去或由下往上看的时候，因为液态晶体无法遮住背光了，所以显示的文字就会越来越淡，就像画面上看到的这样，整片面板发光，上面的名字已经看不见了。这就是可视角小的缺点。LCD 的第二个缺点是解析度比较低，因为液态晶体的颗粒比较大，所以当显示比较小的文字或是笔画较多的字的时候，就会容易发生像画面中笔画糊在一起的样子，降低了文字的易读性。LCD 的第三个缺点也是它的宿命，就是背光模组的光衰和液态晶体的老化。背光模组因为必须24小时发光，所以使用了几年的时间后，背光模组就会开始发生光衰，产生画面上的漏光的问题。背光看起来像发光不均匀，会有某种区域烧焦的错觉。画面上右侧的 LCD 面板就是漏光的问题。另外，液态晶体使用了几年后，也会因为背光模组长期的强光和高温影响，而无法改变晶体角度，显示正确的内容。就像左边这样子，整片面板看起来整片发亮，没有文字显示。几年后便会像我们的玉米一样，看起来每个颗粒都参差不齐。我们来总结一下 LCD 的优缺点。第一，它可视角小，所以只有正面才看得清晰。第二个是它的解析度低，所以当笔画比较多或是字比较小的时候，它的笔画容易糊在一起，不易读。第三就是背光模组会有漏光、光衰以及液态晶体老化这两个问题，所以使用3-4年之后，它就会开始出现面板之间不同亮度的差异。第四是耗电的问题。LCD 是目前显示技术里面最耗电的，因为它的背光模组必须24小时一直发光。如果背光模组不发光，它的文字就没有办法呈现，因此它是最耗电的显示技术。综合以上4个缺点， LCD 并不适合拿来当作光明灯的面板。于是，在8年前，有厂商开发出 OLED 光明灯。OLED 面板是自主发光的显示技术，它是采用每个发亮的小光点去排出要显示的文字。它的第一个优点是可视角大，因为是由每个光点去排出文字，所以它不存在角度的问题，可视角接近170度，文字从不同角度看都是清晰的。第二个优点是它的光点反应速度快，可以透过控制每个光点发光或熄灭来做出流畅的跑马灯的效果。但是 OLED 和 LCD 一样，它会发光，它是使用发光的光点来排出文字，会发光就会光衰，所以使用几年时间后，一样会发生光衰的问题。像画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些面板特别亮，像左下角这一个，如果我的名字是点在这个 OLED 面板，我一定没有意见。但是如果我的名字是出现在这个比较早光衰的面板，我就会想，是不是我今年运势比较差，还是我今年点灯缴的费用比别人低？否则我的名字为什么会比隔壁灯的还要暗淡？ OLED 使用一段时间，例如超过5年以上，光衰的问题就会开始越来越明显。这是另一个案例，经过5年的 OLED 光明灯案例，有的面板很暗，都快看不到字了；有的面板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亮。这是因为每片 OLED 面板光衰的速度不一致导致的差异。这个是 OLED 柱灯的案例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面板，它看起来好像没有文字，
事实上是因为光衰，所以看起来比较暗，感觉像没有字一样。要走近一点看，才会隐隐约约看到面板上显示的文字。这就是 OLED 的缺点，会光衰。另外 ，OLED 跟 LCD 一样，都是会发光的显示技术，因此有个缺点就是停电了之后，它就无法显示文字。正常有电的时候，面板会显示文字，但是当没电的时候，不止灯不会亮，面板也没办法显示任何的文字，会变成全黑的一块面板。总结一下 OLED 的缺点：5年以上会光衰，5年以上会光衰，5年以上会光衰。这句话很重要，所以要讲3次。因为公庙的光明灯使用年限至少都是10几20年以上，如果面板在使用5年以上，就会开始发生肉眼可辨的光衰，那代表在安装不到10年之前，庙方可能会需要针对这些光衰的面板，再花一笔费用来更换这些光衰的面板。对庙方来说，不仅提高了设备的维护费用，更是一种物料和能源资源的浪费。另外 ，OLED 和 LCD 一样，停电了之后，它的面板会全黑，无法显示文字。耗电量的部分 ，OLED 虽然比 LCD 省电，但是如果以1万灯的 OLED 面板来估算，一年大概需要花费135000元左右的电费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考量到光明灯要使用超过10年以上，那 OLED 这个面板就不那么适合，因为不到10年 ，OLED 面板就会遇到因光衰产生的亮度不均的困扰。到时候如果点灯信众跟庙方反映，就不得不处理了。因此，在2026年，我们导入了电子纸光明灯。电子纸是一个不会发光的显示技术，就像我们平常使用的纸一样不会发光，但可以透过电脑改变电子纸上面显示的内容。画面下方黄底黑字和红字的面板就是电子纸。我们将台积电的公司全称台湾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，透过电子纸显示。台积电的公司名称有许多字都是笔画很多的字，但是因为电子纸的解析度高，所以显示小字和笔画多的字依然清晰可辨，不会糊在一起。那电子纸有什么优点呢？第一个，它永远不会光衰，因为电子纸不会发光，不会发光的东西自然就不会有光衰的问题。它第二个优点是不怕停电，就算停电，电子纸上面显示的内容还是很稳当的在那里，不会消失不见。所以，即使今天台电停电，信众的名字还是在光明灯上，虽然灯不会亮，但是名字还在，还继续接受神明的庇佑。第三个优点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解析度很高，是 OLED 的4.7倍，所以显示小字还是很清晰，一笔一画都很清楚。第四个优点，因为电子纸不发光，所以不会发热。不发热的情况下，电子纸面板的电子元件寿命就会比较长。这个部分也是电子纸面板能够耐久使用的主要原因。另外，在省电上，没有其他显示技术可以赢过电子纸，因为电子纸只有改变内容的15秒需要耗电，所以如果以1万灯的电子纸面板来估算，一年的电费大概是1.2元台币。这和前面 OLED 相比，每年可以节省135000元的电费。所以电子纸是一种和环境共生、社会永续、符合 ESG 节能减碳的显示技术。综合这些优点来看，电子纸是最适合光明灯使用的面板。电子纸这个技术其实并不是新的技术，早在2007年，也就是19年前，日本的 Sony 还有美国的 Amazon 采用电子纸推出电子书，这是电子纸历史上第一次大量投入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应用案例。除了电子书之外，台湾在2019年，也就是7年前，5都开始导入公车站牌的电子纸应用，在双北、桃园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都有设置电子纸公车站牌。它的特色是上方会有太阳能发电光板，透过太阳能发电来供给电子纸公车站牌，每隔30秒更换一次公车进站资讯，让等车的乘客能清楚了解公车进站的时间。这个是电子纸在公车站牌的应用。电子纸在20年前开发初期，其实是应用在物流业的货架标签上的，但是近几年，
零售业开始导入电子纸货架系统。大全联今年4月宣布将投入40亿台币的预算，建置电子纸货架标签，预计2年半的时间内要将所有大全联门市的货架标签电子纸化。目前在大全联、青埔店等其他8家门市都已导入了电子纸标签。电子纸其实是一个拥有20年历史悠久的显示技术。如果电子纸不是一个稳定的技术，日本 Sony、美国 Amazon 和台湾的大全联也不会采用。电子纸是一个稳定耐用且极致省电的显示技术。于是我们在今年将电子纸导入光明灯的应用。现在画面呈现的这3个电子纸，底下2个电子纸没有变更内容，它是不耗电的显示状况。而中央上面这个在闪烁的电子纸正在改变内容。电子纸只有在变更内容的这15秒左右需要用电，等到它更新完毕不闪烁的时候，就会和底下那2个电子纸一样不耗电。这是电子纸为什么能够做到极致省电的原因。它不需要24小时一直不断发光来显示内容。另外，电子纸的另一个优点就是不怕停电。有电的时候它正常显示，没有电的时候它照样维持最后显示的内容。所以不管有电没电，信众点灯的名字永远都在，庇佑永远都在。这个是其他显示技术达不到的功能。我们来复习一下电子纸的优点。电子纸永远不会光衰，因为它不会发光。电子纸不怕停电，停电的时候面板依然如常显示姓名。电子纸的解析度是 OLED 面板的 4.7 倍，再小笔画再多的字都不怕。电子纸不发光，所以也不会发热，因此它的电子元件的寿命会更耐用。另外，1万灯的电子纸1年的电费大概是1.2元新台币。综合以上电子纸的优点，电子纸是最适合做光明灯使用的显示技术。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提到的 LCD， 它有背光模组、漏光和光衰的问题，还有液态晶体、强光高温导致老化的问题。所以使用几年的时间之后，面板就无法正常使用，必须花一笔钱更换。OLED 一样会有光衰的问题，所以使用一段时间之后，通常超过5年以上 ，OLED 面板的光衰问题就会开始扩散。于是和 LCD 一样，新的都很漂亮，但是过几年之后，就必须再花一笔钱将光衰的面板换新。另外， OLED 和 LCD 一样很依赖电力，只要一停电，面板的字就会全黑没字。这些缺点都是电子纸所没有的。所以选择极致省电且耐久的电子纸光明灯，才是替公庙节省经费、电费的正确选择。谢谢您收看以上的分享和建议。